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看到这个影片标题，你们先不要这么紧张，这个是在测试服的时候的画面。那么就算一开始不是在测试服也好，各位也不要太担心啊，因为在一开始呢是比较难被清零掉的。为什么？那刚好这个过程我是有录制下来，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当你们跟我一样遇到同样的情况，应该要怎么处理？那么首先，这个是战争游戏，你的城市肯定会被清零的，只是看什么时候还有在什么环境下被清零而已。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去到我的队友附近，然后我的城市也是暴露在外面，就被对方找到机会去围殴我的城市。那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为什么他的部队是不会掉血的，是因为他已经把我的驻防统帅给打掉了。更加正确的说法就是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放到驻防统帅，因为我没有想过有人会来围我的城市。那么在一开始，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没有什么好的统帅，你们有什么统帅就用什么统帅，避免自己的城市损失更多。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知道，你的城市被围殴、被集结的时候，其实是不会死兵的，除非你的医院爆掉了。像玩家在早期战力没有这么高，兵力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阵亡任何部队的。现在画面上你们看到敌人在做的动作就是削弱我的城市耐久度，如果这个耐久度不见了之后，我的城市就会随机飞走。当然，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没有好的武将，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迁城离开。当然，你要迁城到更远的地方也可以啦，我这个是故意让对方知道我迁城到隔壁，让他继续再打我的城市。那么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刚刚他围我城市的报告，可以看到我这里是完全没有阵亡部队的，但我的城市耐久度确实是被他的部队削弱了一点。这个是后面的报告，我们再看前面的。OK， 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我损失比较多，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放到驻防统帅。不过严格来讲，我吃亏不算太大，只是我的医院那边需要去治疗，但是没有阵亡部队。反而对方这样子直接去打我的城市，就损失了几十万的部队，并且各位可以看到他的3位统帅只有20等级、1等级、1等级，甚至其他部队的搭配呢，就只有一个统帅而已。所以应该来讲，这位玩家其实他也没有做好准备，没有把统帅的实力升上去之后才去打我的城市。但是就变成我吃亏了，因为我的统帅已经升上120等级、50等级、50等级，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当他第二次来围殴我的城市的时候，他的部队就直接死掉了。因为我是做好准备，我把我自己统帅的实力升上去了，不管是等级、天赋还有技能。这个也是我在前几个影片有跟大家讲过的，如果你们打一些城市、据点、要塞、旗帜，最好是开集结，不要自己去围殴，否则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不会氪金，都发育比较慢一点嘛。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回报告，这个是我已经换上驻防之后你们可以看到那个战损比差多少。我这里差不多是赚了13倍的战损，是完全没有阵亡的，反而对方阵亡比我更多的部队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玩家在之前没有侦查我的城市，然后他统帅等级也不够。这里只是看到他的列奥尼达有升上120等级而已，其实他大多数都是1等级，甚至还有用一些紫色的统帅。所以虽然说在第一次我的城市被打的时候没有做好准备，但是第二次我的城市被打的时候我就赚回来了。幸好我之前还是有玩过一点策略游戏啦，知道一点皮毛。但是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方又没有在进攻我，也没有在侦查我，我怎么受得了呢？我需要素材呀，大哥所以我就直接去联络了这位玩家我跟这个玩家说，继续攻击我的城市。我是一名 YouTuber， 我会把这个画面录制下来放去 YouTube。我就这样子把这些对话发给这个玩家，就看这个玩家会不会来攻击我。结果他真的跑来攻击我了哦！这一次我就要看他有没有做好准备。那其实我发现到这一次他攻击我的时候，他的部队血量没有扣这么多了，我就知道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并且我也是顺便测试一下，在 Age of Empires Mobile 里面，如果你的城市被攻击的情况下，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做。首先我发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城市正在被攻击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训练部队的，你只能够领取那些已经训练好的部队而已。如果你是想要当下把你的战力提升上去，是不可以的。所以在第3次我们交战的时候，我就 GG 了，因为他的战力其实比我高一点，然后再加上如果他是已经把他的统帅等级那些全部升上去的话，就变成说他有比较多的队伍比较强。像是他用2队的话，就等于说他有6个统帅，我驻防城市只有3个统帅而已，就等于说他能够放的技能比我更多。但假设说如果我的城市战力是比较高，兵力比较多的话，其实他打的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各位像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准备跑路那么这一次各位可以看到他是成功的击败我的防守，
在驻防被打掉之后，他还要削弱我的城墙耐久度。我们先看一下报告。OK， 显然的，他的报告是有提升的，原本是我赚13倍了，这一次就变成我赚3倍，没错，还是我赚。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虽然他带比较多队伍，但是他并不是每个队伍里面的武将全部等级都升得很高，就等同于说他的技能可能也没有升得太高，只有看到真德跟斯巴达的队伍提升等级会比较高一点，其他都还好。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他剩下斯巴达跟真德而已。不过直到目前为止，这位玩家所做的东西还是错误示范。那其实我这个影片也是在告诉各位，其实你们在早期真的不需要太担心。一般来说，早期的玩家不会有太多的资源兵力，所以基本上不会阵亡部队，也不会损失太多的资源。还有最好你们不要把一些箱子里面的资源给开掉，用多少才开多少。还有最好不要学我这样子去接围殴，因为大部分玩家的统帅其实都还没有升好，除非你的统帅是真的做好一组，不管是统帅的等级、技能、星级、装备、天赋全部都做好之后，才像我这样子去接会比较安全。还有就是确保你们的城市是牵扯到你的队友附近，加入一个联盟。当然现在你们画面上看到我一些搭配啊，一些组合排序呢是不正确的，这个之后可能会做影片专门解说。更安全的做法就是开泡泡，像画面上我这个队友也是被他去围殴城市，我不懂为什么这个玩家一进游戏就到处去围殴不过确实有一部分玩家他们是这样子玩游戏的。当然我也是想到一部分玩家可能会想着说，反正我的部队不会阵亡，只是会进医院而已，对方会阵亡部队，我不如用这个方式消耗对方。那么你要消耗对方的前提是你自己的搭配组合也是很强，否则你打出来的战损可能亏对方3-4倍左右的话，其实你要消耗的资源加速会更多，因为我们部队进入医院也是要治疗的，而且对方也不会阵亡太多的部队。更加糟糕的情况就是对方他还找了其他的队友帮忙，甚至还开了集结，这样你的城市耐久度就会下降。耐久度不见了之后，你的城市就会随机飞走，然后你要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又要浪费千层道具。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的，因为你们还不知道我这个故事的后半段，就是我的城市一直特意的让他去围，虽然几乎全部报告都是我赚的，但也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去消耗我的资源跟加速，到了后期其实我的战力是比起一般人还要更低，加速资源也是不够用。尤其对于前期的玩家而言，加速资源是真的很缺乏的，所以没有事情的话就不要这样子去搞。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当我点进我的医院的时候，我是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去治疗我的部队了。虽然今天我给你们看的画面视角是我自己本人的城市被围殴，但是其实对方也可以当做一个反面教材，就是我们在早期其实战力都已经很低，都没有多少部队了，你还要去围殴人家的城市，你的部队就直接阵亡，这样子值得吗？所以你们真的有一个玩家非常讨厌想要去集结他的话，最好就找你们联盟里面的一个大哥开集结，你只是需要加入那个大哥的集结去攻击对方的城市就可以了。目前 Age of Empires Mobile 是已经开了正式服务，我也是建立了一个账号在实服加入了联盟，就一些捣乱的玩家一直去扫我们队友的田，所以我们的大哥就直接开了集结去打他的城市。像我前面所说的，早期的玩家其实真的没有太好的装备、统帅等级之类 blah blah blah， 而且这个时候对方才T1而已，我们的大哥已经可以带2个武将了。也因为我们集结人数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我们这边损失的兵力也就只有一点点而已，不会太多。同时间大家还可以夺取他城市里面的一些资源。今天的影片就暂时分享到这里啦。其实这个游戏里面还是有很多细节，有很多东西要讲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玩家进入这个游戏肯定会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分享一下一些教学还有我个人经验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当然我是建议各位不要花太多的精力在这些部分上面啦，因为后面我们还要正式打仗，去跟联盟之间打仗，打关卡，甚至至高王城等等，后面都要消耗很多兵力资源加速。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